Hello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见面了。我发现呢，在我的身边有好些人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，但是呢，又没有动力去改变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在今天的 Podcast 中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。你们可以去我的 Patreon 上下载今天视频的文本和词汇列表，我把链接放在 description 中。如果你们需要其他的中级水平的学习材料，也可以在我的 Patreon 上找到。那在今天视频的最后，我们还是会一起回顾在今天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重要词汇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 podcast 吧。有时候我会突然冒出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，而有些人却好像永远都停在原地？你看到别人从迷茫变得自信，从默默无闻变得成功，心里会想：哇，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是运气好吗？还是他们知道了什么秘密？我有一个学生跟我分享过他的故事。他说，当他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记单词记到怀疑人生，语法也一塌糊涂。他总觉得，天哪，我根本不可能学会。可后来，他发现变化是悄悄发生的，不是哪天突然开窍了，而是每天一点点、一点点的积累。生活也是一样，真正的改变不是一夜之间的奇迹，而是无数个小决定的结果。很多人说我想改变，但其实大多数人并没有真的开始。为什么呢？很多时候是因为怕失败。我们常常想，要是我试了，然后失败了怎么办？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我试了，然后成功了呢？几乎所有成功的人都有失败的故事，区别只是他们没有停在失败那里。我当时在学心理咨询的时候，老师跟我们说，来做心理咨询的人都很痛苦，但是想要让他们做出改变却很难。那是因为改变往往更痛苦。有些人不改变是因为没有方向。我们想要更好的生活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想太多，做太少。有时候我们以为要等到完美计划出现才可以动，但现实是，完美计划永远不会出现。开始行动，才会慢慢看清方向。所以，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，比如开一个 YouTube 频道，你可以先行动起来，发出第一个视频。也许第一个视频不是那么受欢迎，但是行动起来的感觉会让你对自己满意。还有一个很难开始行动的原因是负面的自我对话，比如我不是那种人，我不行，我永远学不会。这些话看似没什么，但它们在你心里一点点种下不可能的种子。所以后来你会发现，不是生活阻止了你，而是你自己先放弃了自己。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对自己说的话，把我不行变成我可以。
还有一个很常见的陷阱，等有动力的那天再开始。我在之前的视频也提到过，比如我等我有心情的时候再学中文，我等工作没那么忙再开始锻炼。但真相是，动力不是开始的原因，而是行动的结果。你得先动起来，动力才会出现。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《原子习惯》，作者说过一个概念，我特别喜欢：每天进步1%。听起来每天的进步很微小，但1年以后，你会比现在进步37倍。小小的努力就像滚雪球一样。每天读10分钟书，每天练5分钟中文，每天写下3件让你感恩的事。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，时间一久，能彻底改变你的人生。当然，改变不仅仅是做什么，更重要的是怎么想。心理学上有个词叫成长型思维，就是相信自己可以进步。而相反的，固定型思维就是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其实你相信什么，你的大脑就会去寻找什么。如果你一直想我不行，你的大脑就会帮你找到各种不行的证据。但如果你每天告诉自己我正在变得更好，那你就真的会慢慢变好。所以如果你也想让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变，你可以试试这么做。第一，正向自我对话。每天早上对自己说一句鼓励的话，比如我今天会比昨天更好。第二，想象成功。你可以在脑海里看到那个更好的自己。第三，感恩。每天写下3件让你感激的事情。这些听起来简单，坚持做真的能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，那就是环境。你可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你是和你相处最久的5个人的平均值。那如果你身边的人都是消极的、爱抱怨的，那你很难不被影响。但是如果你身边的人都是积极的、爱学习的、愿意成长的，那你也会被他们的能量带着走。如果身边的人都在成长，你也很难不成长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重要词汇。探讨，深入的研究、讨论一个问题或现象，比讨论更正式、更有思考的意味。这部纪录片探讨了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。老师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个问题。默默无闻，形容一个人做事认真努力，但不出名，没有被人注意到。他是一位默默无闻的老师，却影响了许多学生的人生。许多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默默无闻的工作，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。一塌糊涂，形容事情情况非常混乱糟糕。他房间乱得一塌糊涂，根本找不到东西。我那次考试考得一塌糊涂。
开窍，比喻一个人突然明白了道理，或者在学习理解上突然有了进步。他学中文学了好久都听不懂，后来突然开窍了，进步很快。有时候人要经历一些事才会真正开窍。陷阱，原指捕捉动物的坑或装置，比喻让人上当受骗或陷入困境的事物。那家网站看起来很正规，其实是个陷阱。他没看清合同的内容就签了字，结果掉进了陷阱。微不足道，形容非常小或不重要，根本不值得一提。我做的这些事虽然微不足道，但能帮到别人，我就很开心。在整个宇宙面前，人类看起来多么渺小，微不足道。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给我点赞，并且帮我分享给其他需要学习中文的朋友。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